7岁那年，我听爹爹的话，换上太子哥哥的衣服，只身一人引开叛军，却被拐到敌营8年。等太子哥哥找到我时，我整个人被叛军虐打得痴痴傻傻。为给我治病，太子哥哥跪爬999级台阶为我求平安符，为娶我为妻，他当众连捅自己18刀，威逼百臣松口。可我出嫁那日，阿姐却将刀抵在自己脖子上，红着眼问太子哥哥：有他还是我？如果你选他，明日我就嫁进齐王府。从今往后，你宠你的太子妃，我做我的王妃。你我情断，来世也不相见。太子哥哥犹豫不决，可我却上前拉了拉阿姐的手，与她说：阿姐，笑，你笑起来好看。阿姐一把甩开我的手，眼神冰冷：脏死了，你别碰我。我委屈地低下头，不明白从前总爱抱着我喊小团子的阿姐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凶。于是我转头看向身旁的阿娘，见她同样红着眼，眸底闪过一抹隐忍，却用同样的语气厌恶道：周彤，我为什么要生下你？这个讨债鬼！我不知道讨债鬼是个什么样的鬼，但我不想当鬼。我想要上前抱抱阿娘，却被阿爹拦下。他说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从今往后你与我们将军府再无任何瓜葛，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我听出阿爹声音里的颤抖，拼命摇头，结结巴巴道：阿爹，别赶我，我不走。可阿爹就跟听不见我的诉求一样，直接盖上我的红盖头，用力将我推到太子哥哥怀里，咬牙说了句：走吧。我哭了一路，中途太子哥哥掀开我的轿帘，声音压抑却又温柔地哄我：聪聪，别哭，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家人。那年我15，因为这句话信了他10年，直到3年后，外面传来我家被抄的消息。东宫的婢女告诉我，因为齐王谋反，我家也遭牵连。我听不懂谋反牵连的意思，但我知道我爹我娘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大牢，阿姐因受刺激流产，生死未卜。我求太子哥哥带我去见阿爹阿娘，他却冷脸拒绝。彤彤，从你出嫁那日，他们就对外宣称没你这个女儿，他们无情无义，你又何必执着维护这段关系？3年里，太子哥哥教我读书认字，是我唯一的老师。他说的话我一向听从，只有这次我没有顺从。我想见他们。见我执着，太子哥哥也不再坚持，他面无表情地叮嘱我：让你见他们可以，不过这一面后你也该认清，只有我才是真的爱你，他们也是真的该死。说完，他让人替我背下车马，车厢里垫满了软垫。我的贴身婢女小菊从糕点盒里捏了一块我最爱吃的桃花酥，满眼羡慕道：太子妃，太子殿下对您是真的好，这些年只要您梦言，太子殿下就撂下所有公务陪在您身边。他身居高位却洁身自好，除了您身边再无其他女眷，哪怕您随口一句想吃，不管夜多深，他都亲自为您去买您爱吃的糕点。可您长姐不仅在您新婚当日大闹一事，甚至成婚后还到处与人说没您这个妹妹，还有您父母一心只爱您长姐，把最好的都留给她。您出嫁他们就背了2箱嫁妆，可您长姐出嫁却有足足18箱。我点点头，没有伸手接糕点，也没有说话。所有人都说太子哥哥是为了报恩才娶了我，可这些年只要爹娘在外说一句我的不好，太子哥哥就命人在城外以我的名义开设粥棚，往护国寺捐香火。长姐每与我攀比一次，我屋里值钱的东西就多了一些。小菊告诉我，这是太子哥哥在为我撑腰，狠狠打娘家人的脸，劝我心安理得地接受太子的好。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看到五光十色的首饰也提不起兴趣。当我进入牢房，一眼就看到曾经人高马大的爹爹抱着阿娘缩在角落里，他们身上脏兮兮的，与血混在一起，浑浊的空气里满是血腥味。我讨厌这种味道。被敌军当作战俘的那8年，我受尽了各种刑罚，唯一支撑我活下来的念头就是回家。我看向爹爹，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这时，被爹爹搂在怀里的阿娘注意到了我，
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球狠狠瞪着我，声音嘶哑又难听。太子妃是来看我们一家笑话的吗？我摇摇头，不理解阿娘为什么要这么问，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小菊与我设想过应该发生的画面。她说，老爷夫人肯定会因为小姐在东宫得宠，拼命求小姐饶他们一命，让小姐去求太子放他们出大牢。没想到阿娘会开口诅咒我。现在你是不是很庆幸当初嫁进东宫的是你，不是你姐姐？可是就凭你一个傻子，真的能坐稳太子妃之位？说不定再过2年，太子娶了侧妃，你的下场一定会比我们还要惨。我被阿娘说的心酸酸，想了半天却只嘟囔出一句，不会的，太子哥哥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他说过我要当你一辈子的家人。阿娘却发出凄厉的笑声。你跟太子成婚这么多年，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你姐姐那边都生3个了，她爱不爱你一看就很明显。这句话我听懂了，因为皇后娘娘也同我说过早些与太子生一个孩子。可我每次问太子哥哥他什么时候才能跟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他总是笑着敷衍我，不急，有时候还会说我不喜欢孩子。没等我告诉阿娘太子哥哥是因为不喜欢才不生孩子，下一秒阿娘突然抓起地上的石子，隔着栏杆精准砸在我头上，我娇嫩的额头顿时出现了一个血坑，血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，弄脏了太子哥哥为我新做的小袄。我似乎感受不到疼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狠狠握住，闷得有些喘不过气。疯子，你敢伤太子妃？太子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阿娘却勾起唇角，那最好给我们个痛快。阿爹全程沉默，直到我被小菊拥着离开时，他才缓慢挪动身体，从怀里掏出一包麦芽糖。我记得8年前爹爹承诺我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给我买一整包麦芽糖作为奖励。当我正要伸手去接，小菊却一把打掉爹爹手里的麦芽糖，麦芽糖顿时碎了一地。小菊神情严肃道，还想毒害太子妃，真是罪上加罪。没等我开口为爹爹辩解，就被小菊强行拉回东宫处理伤口。天还没黑，太子哥哥就从宫里回来了，看到我额角的伤口，他握紧拳头，眼底闪过一抹恨意。他把小菊喊到院子里，隔着窗户，我望见小菊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今日在牢中发生的所有事。没等小菊说完，太子哥哥便返回屋中，他眼神疯狂，带着些许不爽。不等我开口，太子哥哥便吻上我冰凉的唇，他将我摁在床榻上，卸下床幔。整整3天，他不上早朝，也不许我去院子里玩。等到第4天，他终于允许我去外面晒太阳时，我才得知爹娘死了。听小菊说，他们是被五马分尸，血流而死，没有安葬，连我阿姐生下的3个孩子也被一并流放，其中一个因为体弱已经死在了流放的路上，尸体被丢给野狼当口粮。我想哭，但太子哥哥不允许我哭，他用力拉着我的手说，树洞，你放心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太子妃。我们也该有一个孩子了。1个月后，我被查出了喜脉，皇后很高兴，往我院子里送了许多奇珍异宝，就连太子哥哥也对我肚里的孩子十分上心。有一次我装睡，听到太子哥哥压抑着声音在我耳边说，彤彤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阿姐看，她当初的选择是错的。第2天我问小菊，我阿姐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嫁给太子哥哥？小菊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不是不能，是你长姐不愿意。当年太子殿下本想娶她为妻，您为妾，可他偏不许您入东宫，各种做。奴婢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自私的家人，旁人都是盼着自家姐妹过得好，相互挟持，可您长姐却为了一己私利，毫不在乎您的后半生。最后连皇后娘娘都看不下去了，下令不许太子殿下再接触您长姐，外面的人也都同情您呢。我似懂非懂，摸着自己日渐圆润的肚子，皱眉反驳，可我阿姐以前对我很好，我想吃糕点，阿姐也会做给我吃。怎料太子哥哥突然进屋，抬手捏了捏我的鼻子，眼神宠溺道，笨蛋，谁给你吃的就是对你好，那我呢？我眨眨眼道，也好。但还剩半句话我没说出口。曾经的爹娘和阿姐最好。转眼我的肚子就圆成了一个球。当小菊大喊着太子妃羊水破了的时候，我正坐在院子里荡秋千。我低头看到双腿间成名的液体，顿时惊慌的双手抱头，肩膀颤抖。我没有，娘，不要打我！
太子哥哥匆匆赶来，看到我受惊的模样，不顾一切地将我抱起冲回屋里。他弯下腰亲吻我的眉眼，安慰我：彤彤，别怕，我在呢。可我现在最想见到的不是他，是阿姐。小菊说阿姐已经失踪1整年了，太子哥哥派人去找，却没有一点音讯。他们都说阿姐死了，可我总觉得阿姐还活着。太子，您金贵之躯，不能一直待在产房，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稳婆把太子哥哥请了出去，紧接着我耳边响起鼓舞声。太子妃，您用力，孩子快出来了！太好了，看到头了，再用紧一把就成功了。可我脸上早已大汗淋漓，昏昏沉沉时，我听到一声啼哭，响亮又干脆。太子妃生了，是名皇子啊！门外响起鞭炮声，我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想要看清被稳婆抱过来的小皇子。这时，一道消瘦的身影突然扑到我床边，一阵阴寒令我不自禁地瞪大眼睛，紧接着一双干枯的手握住了我温热的掌心，我下意识脱口而出：阿姐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下一秒，阿姐却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，这次她将匕首对准了我的胸口。周彤，你为什么不死在敌营？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？为什么要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人生？我恨你！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，我要诅咒你下半生被人算计惨死，诅咒你生的孩子无法活着长大，诅咒你与太子终究离血。阿姐字字凄厉，可我却看到她眼底的情绪波涌。当所有人都觉得她手里的匕首要刺入我胸口，我将命丧于此时，太子哥哥冲了进来，他徒手夺走阿姐手里的匕首，鲜血滴落在我脸上，可他却顾不得太多，一脚将阿姐踹倒在地。我从没见过太子哥哥发过如此大的火，他憎恨地瞪着阿姐，声音里怒意不止。江爷，你还有没有心？当初是你自己坐没了太子妃之位，如今又埋怨彤彤抢了原本属于你的人生。像你这么贪得无厌的人，根本不配入我们皇室，甚至还敢诅咒顾刚出世的孩子。你放心，彤彤与姑的孩子绝不会早夭，他是姑的嫡长子，等姑登基以后，他就是姑的太子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他的位置。有这等身份庇佑，他定能长命百岁。你的诅咒注定落空，姑这辈子就算对不起天，对不起地，也不会对不起彤彤。说完，太子哥哥闭上眼，拔出腰间的佩剑，直直戳进阿姐的胸口里。阿姐倒下那一刻，我竟在她脸上看到了一抹笑意，一如我幼时。阿姐坐在梨花树下，为我包着爱吃的糯米团子，看到我偷吃，无奈又纵容的神情，我将这件事告诉小菊，她却摇头，狠狠说道：太子妃，您长姐就是个罪该万死的毒妇，为了毒害您和小皇子，她竟不惜让自己面目全非，制服在东宫后院倒了半年泔水，直到您生产。她趁乱溜到您院子里，对您和小皇子图谋不轨。如果不是太子殿下及时出现，您与小皇子定是要遭了他的毒手。甚至他还诅咒您和小皇子不得好死，像他这么恶毒的人就该下18层地狱。我茫然地抱着孩子，心里却在想，我的阿姐不该下18层地狱。自从生完孩子后，我原本光滑的肚皮上突然多了许多可怕的毒蛇，我吓得哭不止。太子哥哥却领着医女来查看以后，又让御膳房送了许多好吃的来哄我。彤彤别怕，这不是蛇，是你勇敢生下我们孩子的奖励。虽然他嘴上说着这是奖励，可我还是捕捉到太子哥哥眼底划过那一抹几不可微的嫌弃。打那日后，太子哥哥过来看我的次数少了许多。他说公务繁忙，可我却趴在窗口，听到院子里打扫的婢女说，太子哥哥身边多了个可心的女徒弟，是少妇家的嫡次女，今年15，与我刚嫁进东宫时一般年纪。我没见过太子哥哥传说中的女徒弟，并不觉得太子哥哥跟他有什么可疑的关系。直到我的孩儿生病，宫里所有太医看过以后都束手无策，摇头劝我早些备下后事，就连皇后娘娘都亲自挪步到东宫劝我放宽心，以后还会有新的孩子。我听不懂他们弯弯绕绕的话，却能听懂婢女私下议论说，小皇子都快死了，太子还在少夫府陪云小姐过生辰。死，我的孩子会死。我不喜欢这个字，因为我一听到这个字，就有亲人要离我而去。我阿爹阿娘死了，我阿姐死了，我不想我的孩子也死。于是我拜托小菊去找太子哥哥，告诉他回来救救我们的孩子。可小菊匆匆出府，又狼狈回来，
他的后背出现2条蜿蜒的鞭伤，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安慰我：太子妃，小皇子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挺过这一劫。您放心，太子忙完手头上的事，一定会回来陪您的。可我等啊等，等到天黑，等到我怀里孩儿的呼吸越变越弱，依旧不见太子哥哥回来。这时后宫里突然传出一句话：太子违背毒誓，国将遭反噬。顿时人心惶惶，连青天监的监正都说：微臣夜观天象，见紫薇园旁一星黯淡无光，且伴有彗星扫尾，此乃东宫不祥之兆，有贵人之心蒙尘之象。臣恐是太子德行有亏，牵连天下，恐对国运不利，望陛下尽早明察，以安天下民心。没多久，太子哥哥竟主动从少妇府里跑了出来。他顾不上仪容，头发凌乱，眼眶发红的跪在我床前。这辈子我总共3次见太子哥哥红眼，一次是我出嫁时，阿姐威胁他选他还是选我时；一次是阿姐去世时，他将腰间佩剑刺入阿姐胸口时；一次就是现在，他抱着我们的孩子，苦苦哀求阿姐不要收回我们孩子的性命时。出奇的是，自从太子哥哥回来陪了我3日，我孩儿的病情好了，就连太医都直呼此乃神迹。青天监也连连上奏，表示天象回归正常，国泰民安。从那以后，太子哥哥再也没去见过少妇之女。后来我听小菊说，太子哥哥去求了皇后娘娘，将少妇家的嫡女嫁到了一处偏远的封地。春去秋来又一年，我的孩儿喊出第一声阿娘时，我欢喜不已，拉着孩儿胖乎乎的小手，一遍遍地让他再喊我一声阿娘。为此，太子哥哥却不乐意了，抱起大胖小子拍了拍他的屁股，抱怨道：臭小子，只会喊阿娘，怎么不喊阿爹？或许是因为稀奇我刚会说话的孩儿，太子哥哥竟出奇的在我房中连住7日，每晚他都同我说：彤彤，我们生个女儿吧，女儿如果像你，很可爱。隔月我果真有了喜脉，这一胎真的是个女儿，我很高兴，太子哥哥也很高兴。河宫民间设流水席联合7日，正当我思索该如何给女儿起乳名时，太子哥哥却同我说：周彤，我守了你这么多年，与你生了1儿1女，也算对得起当年发的誓。如今朝堂上动乱不已，我的几个弟弟都存了夺嫡之心，我需要助力。你放心，就算我把人娶回东宫，也不会因此冷落了你。我当年的承诺依旧作数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太子妃，以后的皇后。我们的润儿是未来太子，女儿是最尊贵的长公主。太子哥哥说了好多，可我只能听得懂其中一句：彤彤，我能不能就那一个侧妃？没等我回答，小菊突然领着我的润儿走了进来。润儿如今已经会走了，只是走得还不太稳，需要时刻有人在一旁盯着。她长得很可爱，白白嫩嫩，说话也软绵绵的。看到太子哥哥，润儿竟朝他伸开双臂。爹，梦里有说要带润去玩。他说的结结巴巴，可太子哥哥却变了脸色。我将润儿的话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梦里有一意要带他去玩。我不清楚润儿说的是哪个一意，还没等我把润儿抱起，太子哥哥就抱着润儿直接进了书房。等到他再次推开书房门的时候，却对着自己身边的心腹说：你去母后面前回个话，让她找个理由把林御史的女儿嫁出去。过不去了。和太子哥哥在一起的第10年，我的润儿6岁半，我的绵绵5岁半。在这5年里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养孩子好难，养2个孩子更难。虽然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很乖，但小孩哪有不闹人的。当润儿当着我的面背完一整篇的3字经，我突然发现太子哥哥的脸色似乎比之前差了许多。有时候我半夜睡醒会听到他一个人趴在床边偷偷咳嗽，甚至还有一次咳出了血，可请了太医来看，他们却查不出缘由，兴许是确实力不从心。太子哥哥把身边伺候的婢女调离东宫不少，他陪伴我与2个孩儿的时间也比从前多了许多。我正好将孩子甩给他，自己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捣鼓一些吃食。自从过完25的生辰，我也变得成熟许多，至少不会动不动就红鼻子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太子哥哥会因为一次外巡，将一名民间的捕鱼女带回东宫。这次他像是着了魔一样，不听任何人建议，硬是要将捕鱼女纳做妾室，哪怕宫中流言四起，再次传出阿姐当年的诅咒，
他却不为所动，执意要娶，甚至扬言要放弃太子之位，与他到民间做一对平凡夫妻。当他跪在我房门外求我成全他与捕鱼女时，我打开门，细细发红的鼻子，问他：太子哥哥，不是你说要当我的家人？彤彤，我娶你，只是为了报恩。短短是11个字，像是针一样扎进我胸口。我问小菊什么是报恩，这次小菊骗了我，她说报恩也是爱，太子哥哥爱我，但我后来才知道，报恩不是爱，恨才是。我又梦到了阿姐，但这次的梦里，她没有怪我抢了她的婚事，而是像年少时一样把我放在自己的腿上，用手抚摸我的额头，趴在我耳边悄悄说：彤彤，你长大了，该自己做决定了，阿姐帮不了你了。阿姐，梦醒以后，我听说太子哥哥为了救被关进大牢的捕鱼女硬闯大牢，被禁军连刺18刀，危在旦夕。宫里所有太医抢救一夜，才勉强保住性命。只是他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他这辈子只可能有润儿和绵绵2个孩子了。太子哥哥哑着嗓子告诉我：彤彤，你姐姐的诅咒缠了我一辈子，如今我只是想要为自己活一次，真的不行吗？我笑着用手擦了擦他眼角的泪，笑着告诉他：太子哥哥，谢谢你照顾了我这么久，如今也该换我照顾你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得到我的回应，太子哥哥竟出奇的惊喜。后来在我的劝说下，陛下和皇后同意太子哥哥娶了那名捕鱼女，但因当年那些沸沸扬扬的传闻，没人真的敬重那名捕鱼女。毕竟他们都知道，我的润儿才是未来的太子，以后的皇帝。谁要敢害我的润儿，就是与国运作对。原本被太子哥哥当作真爱的捕鱼女，也因为入了这后宫，露出了贪婪的性格。她想要跟我争，跟我抢，想要爬上我的位置。可她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复原太子哥哥的身体，生不了孩子。甚至为了让太子哥哥恢复生育功能，从外面找了许多土方子。当小菊告诉我捕鱼女在外面买了许多补阳的东西，很容易伤男子身体时，我正在陪润儿锻炼身体。润儿如今有了骑射课，必须多加练习。我听到小菊向我抱怨捕鱼女不守东宫规矩时，连忙拍拍她的肩膀：小菊，由着她去。有我这句话，小菊立刻吩咐下去，东宫众人也不再约束捕鱼女。没想到外面的土方子竟真的有点东西。半年后，捕鱼女竟真的有孕了。太子哥哥又惊又喜，以为自己恢复了生育能力，为此竟醉酒宠幸了一名宫女。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我正陪着绵绵练习她的女红。听皇后说，绵绵的女红能力比宫里的绣娘还厉害。润儿那边也得了少妇多次的夸奖，甚至连陛下都说润儿有太子年少时的光彩。我很高兴，我的孩儿都很努力，可意外总来得如此猝不及防。当我得知润儿从马匹上摔下来磕到脑袋昏迷不醒时，也哭晕了过去。兴许是因为我从不哭不闹，甚至也不在太子哥哥面前抱怨任何人的不好。听说我大病一场后，太子哥哥又一次守在我床边3天3夜不曾合眼。他自知对不起我，也不敢轻易把阿姐当初的诅咒抛之脑后。当初他赌上性命，赌上国运迎娶捕鱼女，便深知他欠我一个情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求他查明润儿坠马的原因。他只当我爱子心切，并没注意到我眼底的那抹冷静。太子哥哥离开后，我让阿菊烧了盆热水，把帕子浸湿，反复擦了5遍手。阿菊什么也没提，只是看着我，半晌才说出那句：太子妃，您与您长姐越来越像了。我笑了，是啊，怎么能不像呢？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啊。或许是因为太子哥哥的愧疚心在驱使，不出半个月，润儿坠马的原因就查到了，是捕鱼女动的手。而他查到捕鱼女那日，东宫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绵绵在赶来看我的路上，意外撞见了捕鱼女与太子哥哥身边的贴身侍卫在草丛里颠鸾倒凤，不知所谓。被抓到的时候，那捕鱼女的红肚兜还挂着侍卫腰间，真正疯狂。因此，她腹中那孩子多半也不是太子哥哥的。为此，太子哥哥一蹶不振，全程我并未出面，只听说太子哥哥命人连夜将捕鱼女的尸体运出宫。至于她是怎么死的，我不想去打听，怕脏了自己的耳朵。我借口要照顾坠马的润儿，没空多陪着太子哥哥，于是调了之前被太子哥哥宠幸过的宫女去照顾他。兴许是因为刚经受过背叛，宫女随口安慰他2句，就进入了他的心。我得知后不语，却一味地让东宫的厨房多为太子哥哥做些药膳。我的做法传入皇后耳中，她称赞我虽然脑子没旁人灵光，做法却大气。或许是有了当初发疯的长姐做对比，整个后宫无人不夸我好。
而我也习惯了被夸奖。我生的孩儿也因为乖巧聪慧被称为福宝。等我完整听完润儿背完治国策，心里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。与此同时，宫里传出了噩耗，皇帝死了。当消息传到东宫时，太子哥哥竟直接从香榻上摔了下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情绪激动的原因，他的下半身突然就动不了了。他派人来请我，却不知我早已安排好一切，带着我的润儿和绵绵赶过去了。小菊带着人把衣衫不整的太子哥哥放在担架上抬进宫中时，所有人都捂住了眼。太子哥哥也羞赧地用拳头捶打地面，威胁小菊要将他凌迟处死。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安排在我身边的眼线竟有一日会反水，更想不到小菊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将军府的人，是我阿姐的人。小菊对他说：殿下，报恩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，可你却选择了最蠢笨的一种。当年你想用彤彤小姐的命去引出敌军，趁机为自己坐稳太子之位，以全族性命要挟州将军舍弃女儿。多年后，你又想利用报恩来为自己争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名声，甚至想坐享其人之福，既要又要。你以为严小姐是跟你赌气才那么做，想要逼你放弃娶她吗？是她恨你啊！她恨你为了一己之私困住了她唯一的妹妹，还想将她最爱的妹妹困在这院墙之中。她恨你拿整个周家做局，她自知以你脾性，早晚会牺牲周氏全族为自己铺路，才会铤而走险，搭上自己的婚事。严小姐说，彤彤小姐前半生已经很苦了，既然改变不了你的决定，她就要用自己的命去为彤彤小姐铺一条生路。小菊说到这里也泣不成声。我看得出他想追随我长姐而去，可我却不容他这么做。趁着后宫一团乱时，我将早就安排好的人去带我备下那些丧礼，又让我的润儿和绵绵去陪了皇后。我借口身体不舒服短暂离席，趁机推开门，握住了小菊手里的那把匕首。小菊盯着我，早已泪眼婆娑。我告诉她，你同我说了那么多阿姐的坏话，如果不替她洗清名声，到了地下她会怪你的。小菊听后松了手，哭着将我抱紧。太子哥哥盯着我，气得我出了口血。周彤，你和你长姐竟骗了我这么多年！这一刻，就算我不说，他也能想通一切。从我阿爹阿娘与我断亲，从我阿姐对我生恨，他对我次次的维护，立下的句句誓言，全是圈套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小菊是我长姐的人，因为她手腕处那枚桃花纹身，是阿姐爱给我做的桃素模样。每次小菊在我面前愤慨不平，我都能注意到她眼底泛起的泪水。我知道，她和我一样痛苦。我也知道，我阿姐是世上对我最好的阿姐。她用自己的坏名声，为我铺了一条璀璨光明的大路。我记得某次太子哥哥醉了酒，误把我当作阿姐，说出了一句真心话。仙儿，你才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。是啊，阿姐确实是世上最懂她的人，所以她知道太子的心无法只为她一人保留，也不敢去赌太子的真心能保留多久，于是她从一开始就在替他谋划。阿娘临终前的那句讽刺，让她可以稳固地位的孩子；阿姐有预谋的刺杀，让她的孩子有了可以争皇位的资本。传遍全宫的流言，成了禁锢太子的牢狱。只不过，阿姐无法预料到意外，那名捕鱼女的出现确实稍微影响到了我的生活，所以后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我亲手操作。我记得太医院林老太医是我父亲的挚友，我刚出生的时候他还送过我长命锁。钦天监的无监正是我父亲资助过我穷书生，他欠我们家的恩如今也已经还清。勾引太子的那名宫女是我曾无意间救过的一个可怜人，还有我那过早懂事的润儿和绵绵，他们都是我复仇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太子不敢相信，他这么多年竟然被我这么一个傻子耍得团团转。不过他就算知道了真相也无用了，因为这皇位根本轮不到他来做了。以防夜长梦多，我叮嘱小菊在熬好的毒药里又加了一味鹤顶红。我知道太子也像学我长姐那样诅咒我与孩子，可我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一碗毒药下肚，他只顾着瞪眼，就慢慢没了气息。他似乎忘了我能活着从敌营回来，靠的也不全是逆来顺受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能从炼狱爬出来的人早已是恶魔。国丧期还没过，太子也因悲伤过度轰了。朝内虽有混乱，
但大部分人因为太子这些年的荒唐事并没产生太多情绪，甚至因为太子薨逝这件事松了口气。毕竟没人想要一个拿国运不当回事的储君登上皇位，再加上太子曾说过，我的润儿是他唯一的太子。至于这皇位早做晚做，他都要做，稍微提早一些也无妨。润儿登基那日，我被尊为太后，因为前些年太子为跟阿姐赌气，在城外施粥为我积攒的好名声，前朝后宫所有人都对我格外尊敬。再加上这些年我在皇后面前乖巧尽孝，从未给做过任何妖，后宫众人也挑不出我的毛病，甚至因为我呆傻，更没人会怀疑我会垂帘听政，与亲生儿子抢权，更不会外戚专权。阿姐为我铺好的这条璀璨道路却是一片光明。成为最年轻太后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学着从前阿姐开始整日泡在小厨房。我和小菊凭着记忆想要复原出阿姐从前为我做的那些糕点，可我不管怎么做都无法做得跟阿姐一模一样。渐渐的，我也快记不清阿姐的模样了。彤彤，等到绵绵18岁，我握着她的手送她出嫁，又亲眼看着润儿娶了亲。终于又一年冬，我坐在屋檐下，看着漫天大雪盖住了落下的那一枝红梅，望着小厨房升起的那一缕青烟，记忆中糕点的味道让我红了眼。我喊了喊小菊的名字，才终于想到小菊半年前就去找阿姐了。我算了算时间，我也很多年没见阿姐了，我好想她。于是我看向缓缓升起的鱼肚白，闭了眼。阿姐，我来找你了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，擦不干的寂寞。那么伤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浓。谁的爱太疯，任性它挥霍，每场争执和好之后，我们拥抱狂吻陷落。谁的爱不陪他来过，不求明天永恒以后，眼神燃烧此刻有我，就出发。